我叫王新博，这也太帅了！辽宁铁岭人，我们是幽默之乡。自我评价啊，在传统单口上还比较有实力的人。他的梗出得很巧，他出梗的方式和他想事情的角度是我以前没怎么见别人这样创作过的。他的段子是那种有琢磨劲儿的，他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文本和节奏在跟你交流。你就感觉他不像一个只演了2年半的一个演员，他是一个新人呢，有点像讲了10年8年的那种感觉，真的。他段子质量也很高，真的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黑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讲单口这2年半呢，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拼的人。去年2024年，我说我一定要做出一个质量可以的专场。那这1年时间，我大概就写出了小70分钟的内容，讲了小800场的开放麦加商演。就这2年半，我的演出量可能会是很多演员的3到4年的演出量，是浓缩的2年半。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讲，我在技术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去年第1是付航，第2是小鹿，第3是黑灯吧，第4就是刘仁成，2个当了魔王，1个挑战魔王，那能留给我是谁呢？我先认了，还是有胜算的。有的，毫不担心。对，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们看看后边还有谁吧，让他们放马过来吧。啊，我觉得势均力敌，好吗？也不至于毫不担心。重来，充满悬念，真的替他捏一把汗。打另外一个组长太厉害了，一个新人，打一个上节目的第4名。我的天哪，这样太让人担心了。我们都在那边默默地为他捏一把汗。那既然没有挑战上大魔王，那我就挑战刘仁成。我觉得他也是大魔王之一。第一个是尊重，第2个也是想证明自己。我只能说承让了啊。加油，金波！加油！大家好，我叫辛博，从小就在农村生活。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乡村 coser。班主任老师姓张，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张老师也算不清楚，因为他少根手指。算法上有 bug， 9进制。我很笃定，真的，我从小就很笃定，我一定得考上大学，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让家里给我买电脑，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所有的科目里边，数学最差，高考算是超常发挥，考了76分，按照9进制算是84。也没及格，被调剂到了数学系。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我说妈，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没复读啊，没复读，因为第1学年成绩的前5%可以转专业。也就是说，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听得我都茫然了。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入学摸底儿考，我就是倒数第2，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我说不应该。威哥说我不会。
选我当班长，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我说为什么不学威哥？他说也不能太蠢。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大学也自学，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学费60。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如何盗号？我一点号就被盗了。以为是教程，结果是教案。这算啥？黑吃黑。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就威哥借了。你说他蠢吧，二话不说他就帮我；你说他不蠢吧，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问过老师，我说老师，我们学数学能干啥？老师说能当老师。我后悔了，我应该问校长。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发现啊，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比亚迪卖车。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我给他倒了杯水，他说：“老弟，全班我都看了，就你能干销售，数你的眼神最空洞，你根本就学不进去。”我不想干销售，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学长安慰我说：“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有专门的培训机构，3个月包就业，全班都去了，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机构要给我俩退款。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的就业率，我说不行，我只要工作。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教数学。我没留下，在老师的推荐下，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我说领导，我还懂点黑客。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下去一个矿工，我就在 Excel 上+1，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同学们好奇说：“你这个样的去矿能干啥？”问得多我就很烦，我说算命。有一次下去7个，上来8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挖到墓了，对不上账，是不是我得下去？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整3个月，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井上一郎。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来自广东珠海，问我先生买房吗？我立马反问他：你们招人吗？我学数学的，他说我学物理的。我说城濮求是，他说博学笃行。我们学校的校训：
时代也在发展，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很多朋友不了解，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帮用户抓黑客。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在风口上，威哥也飞起来了。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来杭州开会，我开车接他，他跟我说：“你把自动驾驶关喽。”他的能力我最了解，不在我之下。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威哥还安慰我说：“没事儿，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谢谢大家，我叫辛博，谢谢。谢谢辛博的演出。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辛博啊！这是咱们今年的新朋友，也是一个这个讲话 flow 非常独特的朋友。对，这个很有旋律感。我是觉得您在其实您正常生活说话和那个具体的那个表演的时候，其实是有区别的，对吧？有区别啊，但是区别也不是特别大。主要您几个包袱都其实还都挺好，挺经琢磨的。后来说您来什么，我脱去一身长衫，哪知道我这个里头什么都没穿。然后我看大伙儿挺有共鸣，我说挺有共鸣，行，我来吧，我就配合了一下。但后来你说你知道为什么要招一个大学生吗？因为他比别人大4岁。我说这才是我想拍的包袱。我就喜欢这种特别出其不意、特别混的。对我这种傻梗就特别多啊。是因为我这样的傻人特别多吗？是吧？哎，说明咱们俩思考比较同频。对，好，我看跟您有共鸣吧，啊，特别好，特别期待您接下来的表演。好嘞，谢谢。咱们今年新人怎么都这么厉害呀？是，确实，要不要那个阿成一天发20条朋友圈呢？我其实也觉得今年的新人好像都很强的样子，感觉刘仁成有点危险了啊。我知道你的那个线下专场叫做《发现丑的眼睛》，对，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主要从事的单口喜剧的方向叫观察式喜剧。现在我们行业里边比较多的，其实还是以个人经历或个人故事为主的。其实我做很多没有我的喜剧类型啊，只不过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想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认识一下，所以用一篇跟我个人经历有点关系的。有的时候我想变成大家的眼睛或者嘴，啊，但是对我想做这样一个东西哎。所以你接下来的内容都会是可能跟自己无关的，是你观察到的社会的现象或者其他人的事情。都会有。都会有，因为我们家里边还有很多糟心事儿没说啊。主要是有一双发现丑的眼睛。观察喜剧是周奇墨特别喜欢跟擅长的那个门类，就好多他的那个段子 ，Listen to 拜拜。去美国旅游的天津大爷 ，Listen to 拜拜 ，Listen to 拜拜啊！讲那装修那个我的房子，就那个装修的声音呐，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那些都是观察喜剧的非常好的东西，也非常我个人也非常期待你后边的演出。好，谢谢。他很像阿成去年刚开始给大家那个感觉哈，就是你也不知道哪儿有这么一个人小人物，然后突然就在台上栩栩如生，能量也很足。在他站起来之后上台，拿起话筒之前，完全就没有想到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表演，真是不可貌相，是说你长得帅的意思？就是阿成，你还是挺有勇气的哈，因为你知道他很强。因为刚才不止站起来他一个，但是你选择了他。我觉得还是跟这种比较强的演员去对决一下也更好看，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喜欢他一点。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期待你更多的表演。好，谢谢大鹏老师，谢谢。强对决，结果还也未可知啊！辛博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
我们请阿成也回到舞台上。到底谁会获得这场对决的胜出呢？阿成还是挺厉害，他一上场，因为那个 talking 把他的梗破了，他还在一直改，我们还在那儿聊，然后他还挺紧张的，但现场写的梗他就想了，还真挺厉害。金箔这一篇非常的扎实，一看就打磨个很长时间。刘润成和金箔那组是这里面我可能觉得唯一一个就是比完之后我不是太确定谁能赢的，因为票都不会低。这分儿也太高了吧！我天。